那大家好，我是去年期待车的队长白鸿军。那目前是就读动机系硕士班的学生。期待车当初我们在设计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完成无人车竞赛的2个项目，巴兹奥玩和直线加速。那目标就是要去欧洲参加无人车竞赛。最后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去了捷克和德国这2个国家去参加了全方式竞赛电车组及无人车组。嗨，大家好，我是今年的队长李承翰，然后去年是担任底盘组的组长。这个赛事而言，其实有分成机械检跟电检，然后还有各个刹车测试，然后侧倾测试，还有 rain test， 就是淋雨测试这些。然后要经过这么缜密的这些对车子安全系统的这些测试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店上去比动态的项目。其实我们参加第一个项目是无人车直线，实现75公尺加速。那其实当时车推进去的时候，其实我就只有一个想法，希望车子有跑完就好了。对，毕竟第一次做无人车，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会成功还是失败。那更何况我们如果真的发生一些意外，车子撞坏了，那我们后面比赛都不用跑了。所以其实当下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稳稳的把它完成这个竞赛就好。在无人车巴兹奥玩部分，发现赛道有点倾斜。结果我们当初在试车场地也不太一样，有一些坡度，那其实也很怕那时候在跑的时候，车子会有一些状况发生，那甚至可能会跑出赛道外，然后失控。其实比刚刚直线更紧张，对，因为其实赛道安全范围又比较小一点。跑 DV Ski Pad 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就近的看到比赛的这个现场，我们在一个远的观众席上面看整个 DV Ski Pad 的进行。那个时候就是无人车的负责人上去操作，所以他就在旁边的一个高台上面监控整个车子，然后车子摆好之后，他就按下 Start 的按钮，那其实车子就很顺的绕完第一个左半圈，然后第2个左半圈，右半圈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紧张了一下，因为这个是很多的队伍都在这边挂掉，就是撞追或者什么之类，然后就很顺利的切过了右半圈，然后以快速大概每半圈大概7秒的速度，我们最后完赛，然后不是完赛要结束了，然后最后停下来，然后车子侦测到任务结束，最后显示任务结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非常开心。最后我们在无人车的 Ski Pad 项目，我们是以8秒的成绩完成 Ski Pad 的比赛，然后最后是拿到第2名，然后站上颁奖台。就是完成了无人车2个项目，那其实我们接下来还有4个电车项目要去完成，对，分别是巴兹奥环75公尺直线加速，然后还有计时赛跟总长22公里的耐久赛。那每年我们还有一个大目标，就是我们要跑完所有的比赛。在捷克算顺利，我们跑完了，也都有确实的拿到了每个项目的成绩。但其实我们后来在耐久赛结束之后，因为我们要马上把车子打包，然后要送去德国参加下一场比赛，大概在2天后就要比赛了。对，其实我们当时候在整理车子的时候，有发现说我们的单体壳右后轮部分有脱层的现象有发生，但当时候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维修。
我是沈书伟，然后今年是在车队，接下来要第3年了，然后一直是担任车架组的组员。那时候是我看到我们队长在动态区域里面，然后他蹲下来，然后开始敲那个车子。那这动作就是车架组的人可能都知道，就是 something's wrong。其实当下我觉得我们不可能把它修好了，然后觉得完蛋了，然后要害的也不是害，就是整个组他们即使做再多研究，想要提升车子可能进步1、2秒，但是因为车架的关系，所以他们只能把目标降低成只要车子可以平安的过后检。那我觉得这是很不甘心，然后觉得很可惜的地方。这样到德国赛的场地的时候，车子一下来，我们就马上大家都准备好要做维修了，各个组别，然后要把什么东西下来，然后要什么东西要赶快准备材料，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率的速度去收集资源，然后规划整个维修的过程。因为我们维修单体壳其实是需要在右后方夹2块铁板，把脱层的地方把它夹紧。那其实当下我们就跟我们的 Fastube 去借了一大块铁板，我们还跟其他队借了很多的树脂啊这些手工具，然后来帮助我们做裁切，然后最后的粘合跟 curing。最后我们还是可以成功的修好 TH07，然后通过所有的车检。其实我觉得我们通过机械检，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算是一个工程上的奇迹。我们都没有预习到从原本这么绝望的心情，可以转换到最后可以真的在比赛场上面跑。其实大家都是很感动，那也希望可以完成接下来的这些动态比赛，都希望有很好的表现。到德国赛的场地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是蛮兴奋的，就是因为 Hockenheimring 是一个跑过 F1 的地方，然后我们也可以实际的走到 F1 的这个赛道上面，然后上面甚至有一些不知道是不是 F1 那个残留的这个胎胶，就是感觉就是一个我们真的有在参与类似这个赛车运动的这个感觉。我是石岩山，来自马来西亚，今年大2，就是第2年加入车队。然后我在22-23赛季大1的时候，我是底盘组的组员，然后我也是车手。当时在开始 FSG Endurance 的比赛之前，然后因为我是第1棒，其实我也没有很紧张，是因为我前一天已经比了 Autocross， 就平常心，然后裁判挥旗的那一刻，要出去那一刻，我才真的清醒起来，开始踩。
本身车队就有为了要跑完整个 endurance 赛事，我们就有限功率，所以本身车子的功率就会相比起 Autocross 会降很多，所以动力输出本身就没有那么大。再加上动力不足，所以我速度不够快的情况下，我方向盘转了，我需要的扭矩就要更大，所以当时我每转一个弯，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累。然后我当非常非常累的状况下，突然为什么我车突然没动力了？车没动力对我来说，我整个人就有点懵，为什么突然什么都没了这样？Taiwan is slowing down on track, hindering Akron slightly. They're almost coming to a standstill now, crawling through the wing section. 就我当时停的地方，跟我突然没动力的地方，大概差一个20-30米。然后在那20-30米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反复确认仪表板，我马达温度跟电池温度是不是有过热这样。但是当时我一看，其实状况还算良好，因为都有限功率，温度都有控制着。但当我真正停下来重启的时候，我发现我所有东西都是正常，仪表板所有东西都没有 error， 就是完全没有红色的 code 这样。我就非常好奇为什么有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遇过这个情况。我就开了高压也没反应，就反复踩，裁判大概给了我大概1分钟，他最后还说哦不行，你已经试了1分钟，你就是要离开赛场，然后他就贴我去旁边这样。Yeah, and the Taiwanese car now being pushed away from the track. Finally, track will be cleared again. Unfortunately for them, they could not finish endurance here this year. Even here? Can we not just push it out? We're so close. OK。其实就算我们实现了这个工程奇迹，把单体壳修完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在耐久赛的赛场上面跑。那其实我当下是在观众席是非常兴奋，我整个目光都是在期待车上面，然后看它过一个一个弯，然后终于跑到了第9圈的时候，在最后的几个绕锥失去了动力，那最后是滑行状态，然后车子也没有办法重启，然后最后车子是被裁判推出去。我快哭了。我觉得就是德国赛是短短1个礼拜，然后整个团队的心情是很起伏的，就是从觉得怎么办好像没希望，然后到大家齐心全力要去抢修那个单体壳，然后大家抓那个时间一直在每天用冲的，然后去想办法让车子可以准时完成，然后我们就有一种就是很多难关卡在前面，然后一关一关过，然后到最后一关，然后前面已经错过很多，然后就是觉得怎么会正是卡在我们在很开心说哦可以一半了，要换车手了，然后就原路停下来。看着413从失去动力的车子上面，然后走下来，然后慢慢的跟着裁判的脚步走到赛场外，其实大家都非常难过，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修好单体壳之后还完成这个比赛，那就是这个工程奇迹没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样。Three words you need to remember: is, should, and could. This is what it is, what it should be, and then what it could be. 其实，在今年出国比赛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我们车子其实在前列的队伍的动态表现上，其实还是明显的不足。那其他人的过弯的反应，或是过弯的这些表现，都比我们好非常多。我们评估之后，其实就是车辆的很多的这个轻量化部分还有在加强。比如是这个轮框啊、单体壳这些硬体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那评估我们目前的人力跟国内的这些资源之后，其实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做更长的研发时间，或是整合国内的更多的资源，来达到全车的硬体的升级。那希望在未来的
表现上面其实就可以拿到德国的前10名。